在音乐当中 Aria 的意思意为咏叹调，发售了6年之后，水月雨又发行了 Aria 2代，包装上黑色背景下，水月有希沐浴着舞台金色的光芒，演奏着小提琴，在灯光下呈现金色，而在飞舞的头发以及水月有希专注的神情，一下子让我联想到《4月是你的谎言》里的宫原薰。我想这款耳机在设计之初或许就想到了要致敬四谎。水月雨的包装设计一直都是精致且华丽的感觉，盒子上的点状纹路同耳机的面盖相同，相比外包装的华丽，盒子的设计给我的感觉更像是极简。打开盒子内部，我的感觉是耳机本体与收纳包划分2块区域，线材在收纳包之中，说明书与耳套在耳机本体下方的附件中。Aria 2的设计给我感觉就是浑然一体，盒子和耳机面盖相同的点状纹路，子合金外壳通过一颗金色螺丝来固定，这颗螺丝就像是钢琴上的一抹红线进行了点缀，子合金带来质感和比不锈钢轻的金属腔体，同时也带来了11克的重量和稍微有点容易掉漆的漆面。线材是一根4股的镀铜银线，这条线为黑键同款，支持 3.5 和 4.4 插头更换，单独卖应该也是一条100多的线，颜色也非常契合 Aria 2。让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个耳机包，复古的皮质包配上金色拉链进行点缀，除去耳机之外，还可以再塞下个小尾巴。整体的设计语言非常统一，简单而又华丽的外观也像是咏叹调诞生的年代，那个璀璨而又辉煌的17世纪末巴洛克时期的那种印象。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水月雨的 logo 算是很好看的，但是他们也很克制，并没有在哪里都去打上他们的 logo。虽然 Aria 2定位是中低端产品，但是水月雨并没有在包装上阉割，反而认真用心的设计，在配件上也没有省成本，反倒是给到了一个很好的体验。每次说到这，我就想憋吃 iPhone。相比之下，我还是更喜欢不环保一些。在硬件上采用了一般是高端塞子才会使用的陶瓷振膜 ，Aria 2为水月雨自研的陶瓷镀层球顶振膜，黄铜镀金声学导管。水月雨也下放了 Kato 的内外复合磁路和复合独立黄铜腔体，前端的黄铜导管可拆卸更换，腔体上也加上了星野2同款的泄压孔。问了一些大佬，应该是为了让低频的声音更加可控和稳定。实际上的听感给我的感觉就是偏素和冷的调音，听起来我是听不出有什么底噪。整体的隔音效果并不是那种完全的隔开外界，而是能听到较为接近的说话声，但是也带来一种松弛而自然之感，听起来并不惊艳，但是很舒服。整体给我的感觉是很均衡，听什么都不错，乐器能够很好的分辨，高频并不会显得尖锐，延展性也很不错，低频也不会轰头，无论是交响乐、钢琴曲还是爵士表现都很不错，整体还是很还原的。我最喜欢的还是听抒情的钢琴曲，钢琴声圆润且清冷，拥有更强的氛围感。如果说有什么劣势的话，就是顺态稍弱，在一些节奏感特别强的音乐里面就会显得没有那么干爽。人声上的表现也是均衡的，低频并非是那种非常有力量感，而是一种比较具有故事感的声音。我听的不多就不多赘述了。中频的声音婉转动人，圆润且富有情感，高频饱满和干净，女生感觉会比男生强一些，特别是在最常听的 ACG 曲子上，特别是较为抒情的乐曲，给我的感觉就是很动人且耐听。作为死宅绕不开的绝对就是 Amy， 全都给我去听 Amy。Aria 2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并不吃前端，直插电脑和手机和插破晓还是有差的，但是要说差的特别大也没有，更多是动态和更丰富的细节。
过换上 4.4 的插头之后，很明显的是声音会饱满亮丽很多。3.5 的口相比 4.4 整体会暖一些，当然这也是插头的原因。我现在用的破晓包装也很不错，银色的金属包装盒，厚厚的海绵，配件也考虑到了电脑可能没有 C 口，给了一个 C2A 的转接头。破晓整体是一个银色的边框圆润的长方体，正面的打孔应该是为了散热，侧边音量旋钮和按键感觉和 iPhone 非常的像。另一侧为 logo 和产品的名字，整体并不会显得突兀。银色的外观和 Aria 2本身就非常搭。破晓采用了双 CS43131芯片，3颗独立电控芯片，可以保证只使用一个接口的时候低功耗运行。4.4 的接口可以达到160毫瓦的推力，在这个价位可以说是非常厉害。听音上整体也是比较均衡，我个人会更推荐 4.4 口的声音，更大的推力带来更饱满和亮丽的声音。Aria 2的线材本身就可以更换插头，大家也可以自己多试试自己喜欢的插口。如果是安卓手机的话，可以使用 App 调节声音和增益以及音量。破晓本身也自带记忆功能，不过没有 EQ 就比较可惜。无论是 Aria 2还是破晓，整体都是一个万金油的调音，在400到600这个价位，耳机一直都是比较尴尬的。往下有100元的入门耳机，往上是千元档。水语想在这个偏中低端的价位做一款比较接近1000元耳机，并且很水桶的耳机给大家体验，让初烧也可以在这个价格获得一个比较完整的体验。无论是设计还是配件，都可以看出水语对消费者是很重视的。我一直都不认同低价就没有设计，配件和包装就该能省就省。显然水语的产品努力的把它该给的都给了。回到一开始 Aria 2为什么要去用这样致敬勋的包装设计呢？如果说两者有联系的话，我想便是对音乐的热爱。勋想让公生重新热爱演奏，也想在自己仅剩的生命里让更多人听到他的演奏。水月因在大学手做耳机之后走上创业，水语的产品也是用性价比，同时又尽可能给到产品完整的体验。Aria 2和1代除了名字之外没有任何的相同之处， Aria 2应该是一个新的开始。我不禁联想到意大利音乐术语中的 DC 意为再来一次，或许这个 Aria 2的意思就是凡时咏叹调。勋再来一次还会有同样的选择。水月一直说着自己对产品不满意，而 Aria 2是给6年多前不能做到满意的答卷的产品的水月一份更满意的答卷吧。
その日々は夢のように臆病な微笑みと優しい爪を残してい